江州灵山环水，地处西南边陲要塞。民国初年，诡案频发。 把枪给我拆了！是。卫部告示，暗查秦威廉镇杀拓海，效仿西洋邪术制作人体时钟。侦缉队遂进行大力彻查，秦之丑事终将败露，插翅难逃。恼羞成怒之下，故对昔年与之交恶者金庞、萧千策、朱根生痛下杀手。然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于秦宅书房寻到记载西洋邪术书籍一册。 犯罪证据确凿，秦威廉认罪伏法，自定于3个月后对秦威廉处以枪决，以儆效尤。几点了？差5分10点。只有手铐才会发出那么沉闷无趣的声音，我说对吧，警官？他偷了什么东西啊？那个坐在走廊尽头戴着帽子的人，他偷了什么东西啊？一只老鼠，只有在感到紧张的时候，才会像他那样东张西望。做贼的人或多或少都会这样自我产生心理暗示，尽管他们自己并不这么认为。我猜的没错吧？还看出什么？哼，就像你坐在这儿，是为了更好的观察目标；他坐在那儿，是为了更好的守护住自己在意的东西。所以，我更倾向于他把赃物藏在了厕所里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火乐，刚刚疗养回来的。
左侧第4排1个，右侧第5排1个，倒数第2排有2个。如果你确定你一队伍有胜算的话，就当我白说。谢了。哎！我还先躲躲。他给藏哪儿了？侦缉队办案。警察呀！赃物在这儿。这个是飞轮党刚刚盗窃的财物，大家丢了什么东西，登记一下，去警察厅认领。哎呦，我大洋呢？我大洋不见了！丢了我大洋！哎呦，杀千刀的，这链子你也敢偷啊？啊，那可是我家老太太的拖鞋我也丢了10块钱，帮我找找，在这儿了。快点，新的！小子，我成天都记住你了。走。江州警察厅，侦缉队队长宋河。听我乐，宋队长，其实我一直对查案非常感兴趣。警察厅还缺不缺心理分析师啊？我可以胜任。心理分析师这种职业在国外非常常见。离开多久了？5年。去了哪儿？欧洲。那地方挺远的吧？你要是去过了，就不觉得远了。你觉得我想法怎么样？你可以随时向警察厅。有些地方其实恰恰相反，看着很近，其实很远。给你个忠告，江州不是欧洲。谢谢你帮忙，以后少管闲事。我回来了，爸，福叔，我回来了。少爷，少爷，你可回来了！哎呀，咱们家里出事儿了，震惊江州的10宗杀人案，4条人命呢，证据确凿，老爷已经认罪了呀。这绝对不可能！我爸是一名律师，他怎么可能知法犯法？我也是跟侦缉队的人这么说的呀。我要去找我爸问清楚。少爷，少爷。秦威廉，对，他是我父亲。回去吧，他是重犯，不日即将正法，现在不得探视。我是家属，我有探望他的权利，这是人道。可监狱有拒绝你探视的权利，这是制度。多久了？什么？我说，你和刚刚那个女文员，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你胡说什么？刚刚她经过你的身边，你下意识地亲了亲身子，还摸了摸手上的戒指，还有。当我说出你们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的时候，你又摸了摸自己的额头，这些都反映出你内心的焦虑和愧疚。我想，你现在应该寝食难安吧，觉得自己做错了事，对不起妻子，
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是这样吧？我理解你内心的煎熬，就像我自己见不到父亲一样。如果您能够让我见到父亲，那么我就当什么都没看见。多谢。爸，你没事吧？火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管是发生什么，您放心，我都会救您出去。你不是应该在欧洲读书的吗？我读了您给我的信，口吻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还有，你一下子给了我全部的学费，让我安家在欧洲，傻子都能看出来有问题。我一路上做了各种的假设，但我真没想到，您会被冤枉成杀人犯。我不是冤枉他，我认罪。您撒谎！刚刚您眼睛眨得非常快，肩膀还动了一下，说明您对自己的话都不信任，身心不一。爸，别忘了您是一名律师，难道您要用自己的性命去掩盖别人犯罪的事实吗？哎，胡说什么呢？爸，我知道您现在非常的焦虑。焦虑？我有什么焦虑啊？您把双手放在胸前，只有内心万分焦虑却又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人，才会不自觉地设置出一道屏障。我送你出国留学，学了半天，就学了这些啊？4名死者，第1位是一名姓佗的员外，年轻时做过飞贼，外号小鬼锥。第2位金庞是佗家的管家，由于姓金看起来又胖，所以别人叫他胖金。第3位名叫萧千策，当过承审官。第4位便是那赫赫有名的前江州知事朱更生。爸，你跟这4名死者都打过交道，但是您没有杀人动机啊。法律只讲究证据，就因为那本记载西洋邪术的书吗？书上有一个人体时钟的图片，时间是12点20分40秒，而死者的尸体呢，恰恰被摆成这个时间。还有侦缉队在后花园挖出的封魂罐，里面装着4个死者的名字。无一项呢，案发现场有人看到我穿着律师服经过，所以人证物证都在。我认罪。认罪？杀人不是审判。您穿着那身律师服，生怕别人认不出你。还有那封魂罐，即使想封了谁的魂，那也应该埋在深山老林里，而不是咱家的后花园里。土都是翻新过的。您这就是想让警方积攒证据。哎呀，这就是我的命。我们不该认命，这是从小您教我的。时间到了。爸，您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别问了，听我的，你赶紧回去，回欧洲，完成学业。爸，我一定会救您出来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要见你们厅长，麻烦指个路。秦威廉，是你父亲？对，我父亲的案子疑点重重，需要重审。你父亲的案子是我亲自侦破的，没有疑点。我爸是一个律师，他不会杀人。办案讲的是证据，不是什么个人感情。不，你们肯定搞错了。我要见你们厅长，申请重新调查这个案子，还我爸一个清白。重审？你当办案是儿戏啊？就你父亲的命值钱，死者的命就不值钱了吗？所以才更不应该要袖手逍遥法外。靠你那些小聪明，那是科学。什么狗屁科学？你就根本不配做一个警察。放开我！你给我看清楚！放开我！
这里是警察厅，就代表着江州的法度。正是因为我相信法度，所以才更不希望我父亲蒙受不白之冤，而让真凶逍遥法外。宋队长，你这样阻止我，到底是为了维护法度，还是自己的面子？是怕我查出真相，证明你是错的，对吧？你，宋队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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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了，老许？救救我女儿！别怕啊，叔叔马上帮你打开啊！等，叔叔还给了这个，叔叔一拿出来就会爆炸。混账！宋叔叔，我是担心的，我不能没有人。多多不哭啊，叔叔不会让你受伤害的。让叔叔看看。大毛，去办公室拿工具来。是。陈正，立刻通知所有人，尽快从警察厅撤离到安全的地方，还有快去翻译上。是。所有人注意了，赶紧撤离警厅，到安全地带。别动，想死是吧？赶紧走。我可以帮忙。不需要。宋队长，我真的可以帮忙。拿走他。宋队长，这是个榫卯结构，反向式压发点火装置。如果你随意撬开盒子，那就和搬动暑假一样，它会立刻爆炸。这怎么办啊？多多，别怕啊！听范姐姐说，你的手一定会没事的。姐姐是医生，从来不会骗人的。宋队长，我刚才听到了，他竟然知道这个东西的来历，你让他试试吧。来不及了，你让他试试看呢。放开他。虽然我知道压发点火装置的原理，但问题在于这碍事的木板。如果拆木板的时候一不小心，那结果跟掰夹子没什么两样。你到底会不会啊？动手吧，快点动手，不要枉费了我的一番心意呀！开红酒的，送给我爸的。你要拿它来拆炸弹？对，通过我对木匣的观察判断，这个木板的厚度不超过0.2英寸，只要用锥子在安全的位置钻一个小孔，再在孔里面挑出芯线，就能够破坏电路。安全位置在哪儿？这里。敲吧，敲，用力就敲开了，砰，6条人命，也是个不错的结果。把孔钻大一点，我要看清楚。给我眼镜。相信我。可以搬开夹子了。没事了，多多没事，多多没事了。你好，我叫范小凡，江州警察厅验尸官。
认识一下。你好，我叫秦火乐，你可以叫我 Mr. 秦。你刚才还挺专业的嘛，我看你包里有一堆洋货，你是留洋回来的？对。宋队长，我父亲的案子……行了，别说了。刚刚谢谢你帮忙，但你父亲的案子无能为力。原来石中杀人案的凶手秦威廉是你的父亲啊！他没有杀人，因为他的犯罪动机根本就不成立。在我看来，这宗命案背后只有2种情况，一种是普通凶杀，而我更倾向于另一种。说来听听。比如，一个凶手血债累累，他以同样的手法杀害了10几条人命，并且作案技巧越来越娴熟，但在我看来，这仍是普通凶杀。还有一种可能，他是一个凶手，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，不得不完成的行为。如果你混淆了这2者，势必会对案情判断错误。我好像听明白了，你给我来！你不是不相信吗？我今天就亲眼让你看看。过来，这边。看，这是3年前宋队长来江州办的第一个案子的时候，人家送给他的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直到今天，3年1000多天，33起案件，不论大小，宋队长都把这4个字放在心中。他时时刻刻的扪心自问，自己到底有没有受得起这4个字。所以，你父亲的案子和那33起案子没什么差别，不存在什么冤假错案。你别胡搅蛮缠了，知不知道？呸！什么无冤行者？我看就是徒有虚名。眼下天大的冤案，他都装作看不见。我看啊，他就是怕我把这招牌给砸了。说完了吗？说完可以走了。你就是怕我，怕我最终证明你是错的。不可能。如果呢？你这是没完了是吧？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俩这么争也没什么结果。哎，我有个提议，不如我们重查这个案子，让他说的心服口服。你说过，为了守住无冤行者这4个字，万死不辞。宋队长，你是我父亲最后的希望。好，今天我看在小凡的面子上破一次例，但是你给我听清楚了，我的想法没有任何的改变。这件案子证据十足，结果如果有任何的差池，我就把这块板拿下来，我亲手劈了他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小凡，他跟你很熟吗？叫范医生。范医生，你要替我们作证。没问题。那我们先从哪里开始查起啊？朵朵真坚强，叔叔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下你，你要认真回答我，这样叔叔就可以很快把那个坏蛋抓起来，好不好？嗯。你仔细想一想，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最好把你想到的全部告诉我。当时。交给侦缉队的宋河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你是谁呀？我是。你猜呀？这里边有炸弹，可千万不要打开这夹子。
你没事吧？挺好啊，好的不能再好了。这就是你要看的与人体时钟案相关的4具尸体。看这些尸体，你不怕呀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我的职责就是读出他们留在这世上最后的信息。你知道吗？尸体其实是可以交流的，他们每天晚上都会跟我说话。你知道他们会跟我说什么吗？他们会说，你看把你给吓的。哎，对了，你看完死者的尸体以后，有什么新发现吗？暂时还没有。那我就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案件其他的信息，你还是要去找宋队长。啊，不过他现在应该正在为爆炸案的事头疼，都炸到警察厅大门了，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啊，徐厅长肯定会大发雷霆的。Mr. 钱，关于这个案子，你有什么看法？现在了解的信息还太少了，我需要掌握更多的线索。看来你是希望我帮助你们宋队长调查爆炸案。你帮他破案，他才有心思重查你父亲的案子。你也是在帮你自己。我有种强烈的预感，如果你们2个能一起合作的话，一定会事半功倍的。算了吧，就他那臭脾气，我是真受不了。等我父亲案子结了，我再也不会跟他打交道。话可别说太死啊，以后的事儿，谁知道呢？今天伙食不错啊，赶紧吃，吃饭去查案。吃着呢。哎，他怎么有排骨啊？那是小灶，太贵了。我说，你们至于这么抠门吗？这还有个女生呢，绅士一点不行吗？这里是警察厅，你最好给我收紧了少爷做派。炸弹案你想到什么？不要给我浪费时间。找到目击者，要是有目击者，早抓到凶手。对啊，找目击者范围更大，需要的时间会更久的。不用找啊，就在这儿。谁啊？我不觉得现在是开玩笑的时候。我是认真的。哎，其实我们在解救朵朵的时候，那个凶手一直在窥视我们，而且他还找到了一个绝佳的观察地点。经过我的观测，从大门方向不但可以很好的观察到我们的位置，还可以看到办公室的几个窗子。按照凶手原本的计划，处理压发装置的整个过程应该都是在你的办公室里完成，只不过当时恰巧你被我拦住了而已。对警察厅大门进行粉饰，树老许那里一定有气垫的记录，而气垫也应该有出勤气功的记录。可以查，但是别抱太大希望。为什么？有什么方法能够不被你抓住？人间蒸发是把自己变成你，思你们警察所思，想你们警察所想。这个凶手敢把警察厅大门当成观察点，由此可见有多嚣张。他在犯案之前一定是经过了缜密的推算，所以这一点他不会忽略的。接着说。唉，快说！哎呀，我的建议就是，你们回去翻翻侦缉队这2年的犯罪档案。这个人可以狠心盗用朵朵这么小的孩子做诱饵，简直就是冷血动物。我之前看过一个相似案例，这类人的性格成因都是源自于童年没有受到过什么关爱，因此孤儿的可能性特别大。即便是被领养，家里也缺少母亲的角色。另外，他还炸了警察厅的大门，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泄愤跟挑衅啊！不难推测，他应该是犯过什么罪，不是特别大，但判得很重。如果不是遭到什么不公平的待遇，他为什么要对你一个侦缉队队长下手？你们慢慢吃。哎，宋队长，别忘了，
你答应我要重审我父亲的案子。等破了爆炸案，我立马重新调查。好。队长，查到怎么样？我今天去了树屋老许那，查到了承接警厅大门粉饰的气垫地址，但是没有找到那名气功。经过我们进一步的调查，在郊外的树林里发现气功已经被炸死。队长，看来凶手早就料到了这一点，这条线索恐怕是行不通了。全体都有。翻档案，查找近2年以来，不，近3年以来，所有犯罪档案，找到一个从小是孤儿，可能是被养父养大，罪名是偷盗之类的人，年龄不限，快去。是。查了一下午档案，一无所获。你倒是有闲心，让我陪你赏月。这是警察厅风景最好的地方，你思考问题的时候常来吧。你想怎么做？了解他，所以我要变成他。我是一个孤独的人，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没人在意，甚至也没有人可以说话，就连一点微小的过错都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。我的内心一片空白，脑子里长满了野草。这样下去，我会被看清，被拆穿，被抓进冰冷的牢房等待审判，如同傻子一样。我不甘心，所以我要挑衅他们，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。我比任何人都要聪明，让他们无从得知我艺术般的犯罪设计。学习新的技能，我要还以颜色，我要他们付出悲痛的代价，惧怕我，记住我。我想到了。为布告示：兹有炸弹狂徒于日前袭击警察厅，行迹卑劣，无视法度。经侦缉队全体同仁协力侦破，现已将凶手抓捕归案，特此布告。你确定这样做有效吗？当然，这个狂魔就是向我们发出挑战，他希望我们惧怕他，重视他，所以告示一出，他绝不会相信，一定会来看。有发现没？怎么了？对不住啊，眼神不太好。应该是他，抓人！抓住他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分头行动！是。
真快！这是仁爱医院的后院。队长，没事吧，宋队长？队长，来，队长，队长，没事吧？喊什么喊？死不了，快去杀人！是。来，宋队长，要是疼的话就喊出来，千万别忍着啊！小伤，不疼。这是爆炸的伤口，肯定得好好消毒。哎，我酒精呢？宋队长，队长，正好要找你。有线索了？我们把所有的档案又翻了2遍，但是没有找到秦火乐说的人，会不会是他搞错了？陈正，哦，宋队长，我刚刚才想起来，去年档案室漏水维修，有一部分档案搬到了旁边的小白楼里，我想可能在那儿，咱们去找一下吧。好的，小吴，快去。这一次打草惊蛇了，想再抓到他就难了吧？以我对他的分析啊，他不达目的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这么肯定啊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他跟普通的罪犯不一样，能干出这种事情，完全是心理需求，什么都阻止不了的，包括他自己。你这些理论听起来特别玄乎，就像他街上算命的似的。你还别说啊，这算命啊跟心理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我跟你好好讲讲。宋队长，这首先呢，宋队长怎么了？宋队长，不好了，队长，小吴他在小白楼里出事了。快来看看我的最新杰作吧，不要让我等太久。小吴，小吴，队长，队长，我在这儿。队长，有人在背后袭击我，我醒来就这样了。小吴，别怕，队长一定好好把你带回去。哎，别动，小心有诈。早是导火索，一旦拉出，将直接引爆。
又是你，别紧张，游戏才刚开始。